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皇家评测，我是伊娃。今天带大家体验的新机呢，就是这款刚刚发布的 vivo Nex， 从一众刘海屏里杀出来，还带一个可升降的小摄像头，总之让人觉得很新鲜。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期节目里就来好好看一看它。首先来看一下的就是它的正脸。6.59英寸 Super AMOLED 屏幕采用的是无刘海的设计，1.71毫米的左右边框，2.16毫米和5.08毫米的上下边框。我们把它与小米8、iPhone X、华为P20 Pro 等几款手机对比来看，它的显示面积确实也相对更大一些。我们都知道，刘海其实是装了很多东西的，比如说摄像头、传感器、听筒等等。那没有刘海，它把这些东西塞到了哪里？比如说第一步，这个可升降的摄像头。在屏幕后方收纳了8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它们研制了推力达到500克的微型步进马达，搭配独立驱动的 IC 和控制算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前置摄像头在马达的带动下可以进行升降，在自拍界面的时候自动升起，在非自拍界面的时候自动下降，配合着声音还真的挺有趣的。优点就是你终于不用在刘海和倒置摄像头2选1了，缺点是你总是需要一点点等待的时间，并且呢还是会担心这个摄像头会不会被碰坏或者折掉。据 vivo 这边表示，可升降前置摄像头它可以连续不断升降次数高达5万次，伸出状态下侧面推力能够承重45千克以上。刘海区除了装摄像头，还要装感应元件。Nex 呢是将红外距离感应器暗藏了屏幕顶端，这样的话通过独立的 IC 进行控制。除此之外呢，上面我们发现还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听筒的开孔。它这次采用的是全屏幕发声的技术，所以直接把听筒开孔给取消了。全屏幕发声其实在电视行业里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是它们还是有不同。比如说电视是需要外扩还有定向，但屏幕的话是需要尽力的把声音集中在这块区域。它采用的方法呢是通过微振动单元来驱动整块屏幕进行发声。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打个电话来试一下屏幕发声的时候我们的听觉感受如何。那我们接下来打个电话来看一下它的声音大小质量怎么样。喂，你好。你好，请问你是谁呀？你给我打电话，你问我是谁？你是谁呀？哦，我给你打的呀，我记错了，不好意思。啥事啊？谁呀？没啥事，买保险吗，先生？买保险，不买保险，没有钱不借。没有钱也能买。挂掉了吗？你在接电话的时候会能感受到上面这半部分它在震动，它屏幕是在震动的，但我觉得声音上会比有听筒的要小一些。我已经把通话声音开到最大了，但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因为我们麦克风实际收录这个机器的声音本身是有误差的，根据我的直观感受来讲的话，会有偏小一点，我感觉。但是能清晰的听到对方在说什么。如果音量能更大一点，可能就更完美了。除了以上3项，还有一个就是指纹识别。在 vivo Xi1上首次搭载了屏下指纹技术，那专利保护期过后，很多厂商也都搭载了，将指纹模块隐藏于屏幕之下，不必保留大下巴或者后置指纹识别。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屏下指纹的解锁动画，这样让我看起来很有科技感。识别精准度肯定不如实体指纹按键，但其实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给我的使用带来很大的困扰。可升降式的摄像头取消了耳机孔，屏幕发声。再加上屏下指纹识别，那这些呢构成了它没有刘海的元素。但是肯定也会有朋友问说，既然已经干掉了刘海，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个有碍观瞻的下巴？为什么不把它也干掉？那其实是完全可以干掉的。问题在于它就会增加成本。那如果我告诉你说干掉这条下巴，看起来很小很小的下巴，需要增加1、2千的成本，那你如果是厂商还会不会把它干掉？那我们再换过来思考一下，即便说厂商把这些全部都干掉了，那我想问一问如果说一个高达5、6千块钱、7、8千块钱的纯的全面屏，你会为它买单吗？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或者说弹幕区能够留言交流一下，我也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OK， 所以呢，光正面我们说了很多，接下来来看看背面吧。背面是很简单的Nex 的标志 ，Nex 这个系列可以说是比 vivo 的 X 系列会更高一层了。然后竖置的双摄像头，还有闪光灯，以及底下一个 vivo 的 logo， 基本上由于没有后置指纹识别，所以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看的。背面的3D 玻璃后盖上有一层纹路，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这个其实是在玻璃之下的，起到一个装饰性的作用。不过这也是增加了一点点工艺成本
侧边框处理的还算可以，但是屏幕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些刮手。整机握持其实是会显得比较长，它比 vivo X21更厚，拿着也有些沉。厚度的增加主要是因为里面放了一个4000毫安时的电池，我觉得这个电池容量还挺良心的。再加上可升降的摄像头也会增加一些厚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机身左侧配备了一个人工智能专属的按键，比如说我们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短按的情况下，它是进入到智慧时屏，根据你现在页面上所有的内容，比如说它识别出了习近平，识别出了人物，同时呢，它也识别出了他们穿的西装，进入到可以购买的界面。那之后呢，也可以有一些别的，比如说你在文字页面、图片页面都可以进行智慧时屏。那么如果你长按呢，就会唤醒语音助手。明天天气怎么样？明天雷阵雨，气温20度到33度，出门别忘记带伞。习近平是谁？习近平，男，汉族，1953年6月生，陕西富平人。那它的语音助手呢，也是可以完成，比如说对话，然后像资料的查询，还有像刚才比如说用户的推荐、调动第三方 APP 等等。那这个呢，我们还是需要使用时间长一点，才能感受到它的灵敏度以及它的服务的能力。所以呢，本期视频里我们就不过多展开，之后的详细评测中再给大家带来体验。下一趴我们来看看游戏啊，现在买手机的话，不打游戏的人真的很少吧？这次 vivo 是有2个版本的处理器的，我们手里拿到的是8G 运存高通骁龙845处理器，内置了 Adreno 630显示芯片。我们一共打了3款游戏，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游戏体验。首先，王者荣耀半小时，游戏我们开到最高配置全开，帧率是保持在60上下，没有发热的情况，温度控制在37.5度左右，半个小时掉电量是7%。接下来我们打半个小时手游大作《楚留香》，依然也是开到最高画质和帧率要求。在进入游戏时有轻微的卡顿，之后的游戏过程就比较顺畅了，也没有卡顿的感觉。技能特效和近战画面都表现得可圈可点，游戏也没有发热的现象，温度依然保持在35度左右，电量消耗5%。最后我们再打开吃鸡游戏，依然是最高游戏的配置要求，画面流畅没有卡顿，但毕竟已经连续玩了1个小时了。在游戏5分钟之后呢，手机开始发热了，最高温度达到了41.3度，后置镜头附近热感比较明显，游戏掉电量12%，所以整体的游戏表现还是可以的。那同时也有免打扰啊、防误触等常规功能也具备。下一趴我们来看看拍照，索尼的全新一代 IMX363 1.46米的超大像素传感器 f1.8 的光圈 OIS 光学防抖，再加上 EIS 防抖，后置成是1200万加500万，前置800万，参数没有异议，直接上样张来看。在随手拍摄的各种静物样张中呢，色彩饱和度还是比较高的。车子、花朵、蘑菇，其实它们的红色并不同，还原也算是比较准确。书本拍摄的光线偏向昏暗，拍摄出来的画面质量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可以给大家放大看一看，噪点其实很少，自动对焦的速度也比较快。接下来来一张逆光自拍。逆光其实当时的环境比较严重，拍摄的时候人物后面显示全部都过曝了，但成像后是经过处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物后面的桌子椅子。在人像模式下，人物主体的识别清晰，没有出现轮廓识别不清的现象，但是呢，虚化总感觉到不够自然。开启不同程度的美颜效果，可以看到小哥哥的皮肤磨皮程度比较高啊，但是呢，图中的这位小哥哥认为美颜太过了，不够真实。不知道正在看的小哥哥们，你们怎么看呢？在自拍模式下，这个升降摄像头的表现如何呢？倒是不影响我拍摄一张美美的照片，毕竟它的美颜主要靠算法嘛。磨皮美颜之后可以直发朋友圈了。另外 vivo 的 HiFi 一向是表现不错的，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可能有所了解，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它的加分项吧。OK，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啊。在我们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再给大家做更详细的评测。这款手机最大的特点，总结来看，其实就是这个可升降的摄像头，也给它带来很高的辨识度。那最起码是把我们从刘海的海洋里暂时的解救了出来。结合它之前呢首发了屏下指纹技术，总的来说我感觉就是现在的 vivo 好像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了呢。当你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它的售价也已经出来了。结合我们刚才给您呈现的视频体验和介绍，那你认为这款手机值不值得买？性价比怎么样呢？你会为它的可升降摄像头和无刘海设计来买单吗？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韩家评测双微或者新浪微博18姓名主题1把，希望能看到你的留言，我们多多交流吧。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认识更多喜爱科技数码的好朋友小伙伴。好了，本期咱们就聊到这儿然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